今天的拍摄非常有意思啊，在这个大厅里边有这么多间的隔断，每个隔断里边都是各家媒体在拍摄这款50的新车星云。那这是一台全新的紧凑型的 SUV， 车长是4610。我刚才大概看了看它整体的一个设计以及内饰啊、做工用料各个方面吧。那根据我的判断呢，它也是应该是一台定价不会很高的车型，还是一台偏实用型的车。那么它这个尺寸呢，轴距2.7米，车长4.6米多一点，在目前的市场里应该算是一个相对入门型的紧凑的 SUV 车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这台车。我们先从前脸来看，那这台车的外形呢，其实跟50之前的星辰啊之类这些车有点不一样，它更像是宝骏旗下的一个车身的设计风格。整体还是比较圆润的。其实这个风格像前2天刚上市的云朵，其实也是有点像的。那这台车厂商特别强调了它的灯组，你在解锁锁车的时候，车身的灯语是会跟你进行互动的，包括这台车也能够像特斯拉一样能够进行灯语的表演啊。尽管说这都是一些仪式感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价位或者这个定位的车型里其实是不多见的。那车头呢就是长得这个样子，我们往侧面来看，其实侧面的话 SUV 的造型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一些设计，也没有说采用一些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之类这些东西。然后车尾呢稍稍进行了有一点点这种悬浮感的修饰吧。那轮胎是17寸的，我觉得特别好哈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现在都流行大尺寸的轮圈，但是你得看这个车身的定位还有它的售价。17寸的轮圈，尽管对于这台车可能视觉效果上冲击力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它在后期的维护成本什么的这些方面的话，它是有优势的。车尾呢就是长得这个样子，用了一些镀铬条去做装饰，然后这个狭长的尾灯跟前边是有所呼应的。你看这些设计的细节，其实有点像保时捷的新车，像卡宴呀、马康之类的车型。然后我们打开后备箱看一眼，这后备箱的空间还是不错的，进深都还挺好的。不过呢，这个底下，因为这台车搭载的是2.0升的混动系统，所以它这块是电池组，所以它就没有更多的扩展空间了。你可能有些随车工具之类的放在两边的这个小槽里头。然后其他方面呢，这儿有一个照明只在右侧，然后旁边有一个120瓦的12伏电源输出。然后另外呢，我发现这台车的后玻璃特别透，然后这个玻璃似乎是没有加热丝的，这个我可能还要去验证一下。说实话，我在同等体积的 SUV 上似乎没太有见过不带加热丝的车型。好，我们再去车内看看吧。进入车内呢，给我什么感觉呢？因为毕竟50还是以实用性为主嘛，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包括用料还是偏实用性的这种材质和感觉吧。虽然说中控台呢也是用了软质的包裹，包括你接触的这些地方也都是软性的材质，但整体看上去它并没有说刻意去强调一些豪华感或一些很好的用料，但这点跟这台车型的定位和50的品牌风格其实是相匹配的。但在功能设计上呢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首先啊，它有独立的空调按键，尽管它是触摸的，但是呢，它把这些独立出来了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呢，50好像都是这种声音，可以再去优化一下，可以更悦耳一些。底下呢也是这种钢琴按键式的实体按键，锁车呀、双闪呀，包括还有全景360的这种开启也是有的。底下有个很大的储格，放手机啊，放点钥匙啊，零碎的东西都很方便。旋钮式的换挡，中间是 P 档，这个换挡旋钮上面还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啊，星光点点的这种感觉。这有2个杯架 Auto Hold 和电子手刹。后边这个扶手箱不算太大，里边有个12伏的电源输出，我觉得有输出还是不错的。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配置，但现在很多车已经取消掉了。方向盘左侧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自动大灯，然后还有大灯高度调节。这个2个卡槽设计还挺贴心的，而且一大一小。这个厚的卡槽应该可以塞入现在我们比较厚的那种高速的通行卡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方向盘是支持4项调节的。其实对于这个定位的车型，4项调节的方向盘并不是很多。然后这个雨刷我们可以看到 A 的字样，说明它是一个支持自动开启的雨刷。中控屏呢也是你好小灵，这也是在50车型上，哎呦，它已经唤醒了，在50车型上，算是一个标配吧，尺寸不算太大，但是功能性没有问题，包括导航地图啊、音乐啊、语音的反应啊、控制车窗什么都是可以的。我觉得功能性上其实跟其他的车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。
再来看看座椅啊，厂家说它全系都会标配 PVC 的这种皮质，而且柔软度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只不过这个坐姿有一点点的偏高即使我把它调到最低了，这台主驾驶是支持6项座椅调节的，我把它调到最低，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状态。如果我再矮个2-3厘米的话，可能会更好。我身高是178，此外呢，这个座椅稍稍有一点点偏窄，如果以我的身材的话，再稍微大一点点，可能我乘坐还会更舒适一些。那我们再去后排去看一看。我为什么会有一个从下面到上车的这么一个动作呢？因为这台车的后排座椅设计比较低，然后你上来会有种掉下去的感觉，而且你坐在这儿，它的前排座椅你是觉得它明显的比较高的，你甚至都不是一个齐平的一个状态。那这种感觉呢，不光是我，包括我们的摄像老师，还有其他媒体在交流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一点。那50其实是特意强调了它的空间的包括它的垂直空间可能是比较大，但是呢，一定程度上它是通过牺牲这块的距离，把它座椅做得低了，然后去营造了这种更高的垂直空间嘛。所以其实垂直空间其实还挺大的，如果再高1到1.5厘米的话，可能视野这种乘坐的感觉会更好一些。空间方面当然没有问题了，刚才垂直空间已经说到了，然后这个前排调到我合适的驾驶坐姿，这有2拳多一点的包括中间的地台也不是特别的高，只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隆起，然后后排中间的座椅也是可以坐人的，坐垫比较软的但是后排这个靠背稍微有点顶的，很多车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也不算什么毛病吧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第2排座椅的靠背是不能够调节角度的要么就是放倒，要么就卡到这样一个位置。但好在呢是这个角度还是相对比较自然的并没有说很垂直，有的车是很垂直，你是坐的很难受这台车角度是比较自然的。就是这个压抑感，我觉得还是希望厂商能够把这个坐垫再稍稍提高一些。此外呢，这台车的座椅放倒也是一个亮点。刚才说到了后备箱空间还不错，那这台车的座椅放倒之后，它是可以先把坐垫掀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。你看看这个，我们再把这个放倒看一看把这个放倒，头枕收下去，非常平的一个储物空间你在车上睡觉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就是一个乘坐空间和承载空间的一个表现。把这台车从外到内看了一圈，参考它的尺寸它的空间还有内饰的做工等等各个方面，其实能判断出这台车仍然是一个以实用性为主的这么一个车型。所以说定价呢也不会太贵，因为这台车的尺寸与50目前在售的星辰是类似的，但是这个风格呢会更时尚一些，然后整体设计也会更饱满一些吧。那台车会更锐利一些，那这台车呢更圆润一些。在动力方面呢，搭载的是2.0升的 DRT 混动厂商说它是根据第1代混动用户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些数据，重新升级了这套动力系统的表现。那这套混动系统原理跟本田的 iMD 是类似的电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30千瓦。那大多数情况下呢，它还是以电驱的这么一种形式，中高速的情况下它会动力直接结合来采用发动机直驱。那厂商说到是 1.0T 的油耗 2.0T 的动力，我觉得也是没毛病的，毕竟电动机在爆发的时候它的扭矩还是很强的，它可以有320牛米的一个扭矩的输出，它的 WLTC 的综合工况油耗只有5.5升，所以50把它归在了一个 HEV 也就是油车的序列。那这台车它就是一台不用插电的一个混动车型，你不用改变你之前任何的驾驶习惯，你随时加油就可以。它只能说比之前 1.5T 的车型提供了一个动力更强，然后更经济省油的一个版本，同时你开起来的整个的油好度，你的驾驶感受也会更顺。这就是这台今天的50星云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